没有被毕业论文查重折磨过的毕业生，不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说实在的，你的毕业论文的查重率有多高，你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但是呢，我们既想水一篇论文，同时又想正常毕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呢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把查重率给打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查重降重的模型，叫做替换、调序、改表、长短。那大家记住这4个要素，就一定能够把你的查重率降下来。所谓的替换的意思，就是把原有的词汇当中用它的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来替换。所谓的调序指的是把主动语态变成被动语态，把被动语态变成主动语态。所谓的改表指的是把具有一定的结构相似性的内容，我们把它放到一个表格当中。所谓的长短指的是我们可以把长句子变成短句子，我们也可以把短句子变成长句子。那经过这4步，你的这个论文呢就会旧貌换新颜。那下来呢，我们会用 ChatGPT 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去演示，怎么样把我们的重复率给它降下来。一起来吧。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对于查重这样一个模型通过 ChatGPT 来去实现。当然我这里边展示的过程有我自己探索的一个过程，但是没关系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去使用 ChatGPT 的时候，你一定大概率的不太可能直接通过几句精确的指令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些反复，所以我就按照我们查重的4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替换，对吧？所谓替换的意思其实就是把这个文章当中或者你这一段这个重复率高的文字当中的这些实词都给它替换掉。所以我上来就直接开门见山，第一个方法对吧，就是替换。我就给它发出一个指令，我说请改写一下内容，要求将文章当中的实词尽可能的改成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我就把这段文本发给他了，丢给他了，让他给我出来一个结果。我后来发现这个结果也不太尽如人意，尽管他有些地方确实改了确实改了，但是他好像没有太理解我这个实词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的这个提示词有问题，我接着去改一下，我改成说请改写一下内容，要求将文章当中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尽可能改成同义词或者近义词。那这次的话，他给的结果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感觉还不满意，因为我发现我希望他能够去替代的词，他都没有替代。好。然后我就问他，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要停下来思考，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你可以问他说：“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吗？”然后他就回答：“是的，动词是什么意思？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名词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让他分类，对吧？我说：“请把以下文本当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挑选出来进行分类。”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一段词当中的所有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去做了一个分类，这就好办了，对不对？下一步你就紧接着干什么呀？紧接着替换请将以上词汇全部用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替换。你看这个时候它就全部替换了，描绘改成描写，跨入改成进入，超越变成超出影响没动，重构变成改造，建构变成构建，对吧？体现变成展现，表现变成体现，还算不错，基本上都改了。这个时候呢，我说请依据以上逻辑针对以下内容当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进行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替换。这个时候它基本上完全替换了。你看第一句话，描绘了我们跨入数字新世界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与改观，它变成了描写了我们进入数字化新世界所引起的，所带来变成所引起的，对吧？一系列冲击与改变，就叫改成了一系列震撼和变革，是不是都变化了你看全方位影响改成了这个全面影响，所以这一步我实现了大家如果说在你查证当中，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重复率比较高的文字按这种方法，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叫做这个调序，对吧？好第一个叫替换，我们来看第二个调序。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如何调整句子的语序吗？例如把主动语态改为被动语态，把被动语态改为主动语态。他说是的，我可以根据需要对句子的语气进行调整等等，肯定了一遍，对不对？我说我现在发一段文字给你，请进行语序调整，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请提供需要调整语序的文本，还是刚才这段文本。这段文本是刚才我已经经过了我的这个替换改变之后的这个文本，对吧？因为我想进一步降低它的重复率，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走完这一步，可能基本上你就能降低一部分重复率了。这个时候我让他继续调整，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结果，我觉得不满意，因为我发现有的句子他并没有调，然后我就增加了，我说请调整每一个句子的语序，我担心他不理解我在上面没有做一个细致的要求，对吧？然后他就说可以的，请查看一下修改后的文本。然后我还不满意，我说请依次调整以下段落中的每一句语序，我又重新把这一段话又粘过来了前面加了一个依次。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很聪明，他就把我每一句话都单独单拎出来了，这个一共只有5句话，就1、2、3、4、5就6句话提出来了。好，这个时候其实你看的话，它的语序调整的就还不错了，那基本上能够实现我这个要求。现在来看第三个，我们说叫做表格化展示，对吧？第三个模型当中第三个要素其实就是打表嘛，因为我们知道知网查重的规律是只要连续出现13个字
排到一起的，它就视为你是这个跟别人的文章去重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表格化的方式，然后表格一分割的话，它就会把这13个字的结构给它打散，所以打表格是非常好的方式。但大家注意，表格化的这种使用方式不是适用所有的文字的，它只是用那种结构化的文字。比方说你做了一段统计，对吧？或者你做了几个连续的案例的描述，或者你做了一些举例说明等等，这个要求它们的要素是一样的。比方说每一段可能都有时间呀、地点呀、人物啊、数量啊、影响啊、原因等等，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把握。我只是拿这个做一个例子，你看。但我这段明显不太适合用打表格的方式我只是举例。我说，请将以下文字以表格化的形式来展示。它马上就打出来一个表格。这个时候其实它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的重复率。好，再看我们来调教最后一个就是长短的问题，对吧？长短的问题，其实我一开始希望他能理解的长短是说，把一个比方说有3对主谓关系的句子，然后变成3个单独的句子，这是把长句变短句，而短句变长句呢是把3个可能主语都一样的短句，对吧？把它变成一个长句，这个是长变短，短变长。但是一开始呢他就理解错了。你看，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如何把短句变长句，长句变短句吗？请举例说明。然后这是他举的例子，短句变长句，比如他走了，对吧？说那个人离开了这个地方。长句变短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后改成科技进步，生活方式改变。当然。如果大家觉得你想去降重的话，这种改写方式也没毛病，对吧？但是在我给的模型当中，我并不是希望这样的一个长变短的方式，我是希望它不要改变原意，也不要动我的词，动我的核心词。然后就说我表达有误，我说长句变短句指的是把长句子变成若干短句子，但是字数不减少；短句变长句子指的是若干短句子组成一个长句子，字数不增加。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示例非常抱歉错误的理解了你的意思。然后你看他去超市，然后说他走出家门前往附近的超市购物，还是他刚才这个思路，还是不行，对吧？然后我说我给你一个示例，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讲课讲到的模型这叫做0样本、1个样本或者多个样本的示例模型。你看我这里就给他2个示例，对不对？短句变长句，我说原句他是个诗人，他是个旅行家，他是个政治家，改变后他是个诗人、旅行家和政治家。长句变短句，他走出了家门，打了一辆出租车，给妈妈打了一通电话。我说他走出了家门，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他在出租车上给妈妈打了一通电话。我说你明白上述逻辑了吗？好，他说他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解释和示例。我说请依据你的理解再举例。完了 BBQ 了，对吧？他一举例又搞错了。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说请重新举例，要求只改变句子结构，但是不改变原意，这才行。我说是的，这层逻辑是对的。我以为他理解了。然后我说请依据这个逻辑，将以下内容进行长句变短句，短句变长句，进行句子结构改变。然后他就长句变短句，短句变长句。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最后我还是用到我们这个模型了。到这一步我才真正的找到调试的感觉了。你看，我就直接给他示例，我给他一个原句以及改变后的，然后再给他一个原句，这个原句就是我文章当中重复率比较高的那句话，然后我改变后的地方打个冒号，我空着，这个时候他就直接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你看1996年他的书描写了数字化事业的变革和震撼，他把逗号变句号了，对不对？同时也让我们初步领悟到，然后他让我们初步认识到那个媒介化时代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影响，这就实现了。所以呢，我就说请依这个逻辑继续改写以下句子这个时候他都改了，就直到全部改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要展示我这个复杂的调试过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我们也没有那么对于逻辑有那么深入的理解，所以在某一些模型当中小的要素上，我们可能花一点点时间去进行一个调试。这个调试过程非常有必要，而且我也认为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调试的过程不单单是让他理解你，也是让你理解他。其实它反向的提高了你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用词精准的一个能力。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查重的一个模型。当然没有绝对单一的或者绝对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不断去拓展。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对吧？你可以再加一个长短变换，那这个长短变换跟我讲的这个长句变短句就不一样了，那个就是压缩式的，要么就是往下减，对吧？变短句，要么是增加变长句，那也可以。所以通过这4到5个、6个、7个、8个，你可以往上不断加要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这个查重的效果最后就出来了。好，那这次就到这儿。大家如果需要我们的提示词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